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币圈大马哥。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Cosmos Atom 的生态系统。那 Cosmos 生态系统发展得非常迅速，现在已经有91个区域，几乎所有这些区域都是通过 Cosmos IBC 连接的独立 Layer 1区块链。不过总的来说 ，Cosmos 项目在2024年的表现并不太理想，许多项目都下跌了，有些甚至是大幅下跌。但是在加密货币领域，质量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伟大的生态系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这也意味着我们又淘到了便宜货的时候了。那今天我将会关注3个我们最喜欢的在 Cosmos 生态系统中被严重低估的山寨币项目。那最近我和一群 Web3 资深朋友一起成立了 Chain Studio， 这是一个收费群。我们会带领大家怎么样在 Web3 的领域去赚目前最热门的板块的钱，比如之前的撸空投、打铭文，甚至现在最新的打符文。在视频里，我不能实时的去更新每一个操作，但是只要你加入 Chain Studio， 我就会第一时间更新我的每一笔操作。但是大家在加入 Chain Studio 之前，请你先考虑清楚，因为我们想要的会员是一定要用一点心跟着我们操作的。我们不想收了你的钱之后，大家连学习的心思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宁可退还你们钱。只要你们用一点心，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赚到不菲的收入。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最近我赚钱的例子。这是我用1天的时间使用$60，赚了大约$250的收入，而且本金我已经拿回来了，剩下的就是我的利润，我会继续放在里面。那我相信会有10倍到20倍，甚至可能更高的收入。那如果你是新手，不懂具体怎么去操作，大家可以放心，只要你加入 Chain Studio， 我的伙伴们会1对1的教导大家怎么样去操作。那目前我们的收费价格是$99，3个月；$188，6个月和$300，12个月。那只要你加入 Chain Studio， 那我们的团队一定会尽量把市场最有价值的东西分享在群里，比如使用什么工具才能把利润最大化，什么平台买卖是最值得的。这些基本的方式，我们一定会无私的分享给 Chain Studio 的会员。那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加入 Chain Studio Public 群，了解更多。那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另外呢，只要你现在在我的链接下注册 Bybit 的账户，Bybit 就会空投$40给你，20USDT 是合约体验金，另外的20USDT 是现货。大家可以在7天后的 Reward Center 去 claim 你们的奖励，先到先得。大家赶紧来注册吧。那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项目是 Kujira， 代号是 Kuji。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关注这个项目有一段时间了，它已经在我们的主投资组合中超过了1年。简而言之 ，Kujira 背后的叙事就是真实收益，这是关键因素。此外，稳定币 USK 也在缓慢但稳步增长，市值接近$700万，68% 的 Kuji 总供应量已经被质押，这意味着用户相信这个项目。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Kuji 是非通胀性的，这是一个优点。那 Kujira 的 Fin 是第一个完全去中心化、100% 链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而 Oka 呢，则允许你以折扣价购买被清算的贷款资产。Kujira 的使命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鲸鱼，不仅仅是风险投资者或者是大投资者，这些人通常会优先获得折扣资产，因此这个项目有很多值得让我们喜欢的地方。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Kuji 的代币价格，那它在过去的12个月中表现普通，波动性很大。在过去的12个月中，它的价格上涨了大约39%。最近的30天里 ，Kuji 拥有者看到了很多红色的蜡烛图，价格下跌了大约25%，从2023年的12月中的高点$5.29，下跌到了现在的$1.3，跌幅大约80%。这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讨论的3个项目中最大跌幅的。然而 Kujira 的基本面其实没有改变，他们没有犯错或者是管理不善。除了加密推特上有一些关于团队没有追求一级交易市场上市的抱怨外，对项目表现并没有不满的地方。影响 Kujira 的一个市场变化是，真实收益这个话题目前没有以前那么热了。现在比特币 L2、Ordinal、Solana 以及 Mint 币，以及我们经常讨论的3个大话题 AI、RWA 和 DePIN 正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这可能部分导致了 Kuji 价格下跌，但是市场会轮回变化的。例如游戏、
DeFi 应用链和真实收益可能会重新流行起来。总之 ，Kujira 是一个好的项目，基本面没有改变。如果你看到 Kuji 价格相比5个月前有88%的折扣，可能值得再看一看。下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Injective， 代号是 INJ。那 Injective 在熊市期间非常热门，它在应用链领域的定位非常强，依然是应用链中的领导者之一。那我们喜欢应用链的原因在于区块链3难困境中的所有权衡都是提前规划好的，所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那 Injective 的专长是作为一个金融应用链，这意味着安全性、速度、可扩展都很重要，这也是他们选择在 Cosmos 上构建的3大主要原因。尽管他们也希望保持去中心化，但金融应用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想象一下，如果你创建了一个交易应用或者是借贷应用，客户金融信息数据的安全性和足够交易量，以便赚钱的可扩展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坦诚一点，这2个变量比去中心化更加重要。那我并不是在贬低去中心化，它也很重要。但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在金融应用链中，可扩展性和安全性实际上更为重要。看看这个代币在过去的1年里的表现，它表现得不错，上涨了大约258%。即使考虑到了最近的下跌，这比大多数的项目，包括比特币的表现都要好。让我们来看看过去的30天里，价格未有下跌，几乎持平，下跌了大概是1到5%。相对大多数的山寨币在过去的1个月表现，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下跌了。也许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再放远一点看，最近的高点是在3月中旬的$52，而今天仅仅是几个月后，它的价格下跌了58%，现在是$24.7。那我们再看一下基本面，其实没有改变，也没有负面的新闻，没有灾难性的更新，或者是黑客事件导致这一种大幅的下跌。因此，除了跟随市场的一般趋势，我们确实看不出这个代币价格下跌的其他原因。就像网上一样，请做好自己的研究。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入场点。如果你不太懂什么价位应该进场或者是出场，那你们可以加入 Chain Studio 这个群，大家可以在 Chain Studio 的群了解这一些资讯。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在 Cosmos 生态系统中考虑的项目 Osmosis， 代号是 Osmo。那 Osmosis 是 Cosmos 中顶级的 AMM 和 DEX。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 Cosmos IBC 在链间移动时表现非常好，所以 DEX 没有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我想在 Kujira 链和 Osmosis 之间移动，我会使用 IBC。但例如，如果我想要将 Atom 交换变成 AKT， 用 Osmosis 通常是比 IBC 更快、更便宜。此外 ，Osmosis 上提供了本地的 USDC 和 XLR 桥接的 USDC， 对于那些需要进出稳定币的人来说，这是一大优势。可能对你实用，也可能不实用。但事实是，很多人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再次看看这个代币，放远到1年的视角，它在过去的12个月里略有上涨，在过去的30天里微微的下跌，在1月初达到了$1.96的近期高点后，价格一直往下跌，自从1月份的高点以来下跌了68%。然而，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面或者是性能方面没有重大的改变，所以如果你有耐心持有的更长时间 ，Osmos 现在的价格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入场点。那如果你今天是以低于$0.85进场的话呢，并且我们再一次达到1月份创下的历史新高，你的投资将会翻倍，而这还不包括更长期的历史最高点$10亿。